载着鲜花跨越山海的龟龟使者，会追凭时间去印证花语的一切。大家可以搭配不同的花去阐述不同的魅力，上身效果定会满足我们的想象。线材选用无骨的牛奶棉以及 2.5 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一步编织包身的主体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绕线圈编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短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编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这一圈一共增加6针，编织12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同样增加6针，编织18个短针。第3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短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前面这4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6次，编织24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第5圈首先锁1针，前面先按顺序编织3个短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短针。我们按照前面这5针的顺序，每隔3针增加1针，一共编织30个短针。后面第6圈至第11圈，同样每一圈各增加6针，一直加针至66个针目。第11圈结束，接着编织第12圈，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。我们在后半针上挑1根线进行编织，这一圈继续增加6针，每隔10针增加1针，一共编织72个短针。第12圈结束，后面第13圈至第16圈针数不变，每一圈各编织72个短针。第16圈结束，最后编织12个锁针作为扣眼的部分。锁针完成之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最后断线，将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主体的框架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编织花边的部分，在第11圈剩余的前半针上进行编织。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这一圈针数不变，
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66个短针。第一圈结束，第二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。在第一个短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这里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第二个短针上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同样编织3个长针。后面重复编织，按照前面这6针的顺序，前后针交替编织，一共循环33组花样。花边的部分完成之后，这里就是包身的前半部分。接下来我们编织包底的部分。包底的部分同样利用圈钩短针的方式。第一圈首先编织7个短针，第二圈至第10圈，每一圈各增加7针。第11圈一共增加2针，编织72个短针。织片完成之后，在反面固定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网格板。接下来我们将它缝合到主体上。首先在包身的顶部空出一半的大小作为包口的位置，将织物边缘对齐，挑针目上方的2根线，利用卷线缝合的方式拼接。包底的部分拼接完毕，我们在包口的外侧缝制1颗纽扣，这样完成包身的主体。接下来我们编织头和四肢等部分。身体的这几个部分依然采用圈钩短针的方式，这里我们不再赘述，大家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最后将几个小部件安装到主体上。身体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编织花朵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22个锁针。第22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在这里编织一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锁针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长针。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瓣。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长针，在下一个锁针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一个长针以及一个长针。接着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瓣。后面继续重复编织。我们按照第2组花瓣的顺序，再次循环3组花样。第3组花样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将织带向内卷起，并将底部固定。
花朵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编织花托的部分。首先环形起针，后面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绕线圈编织10个中长针。10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首先编织5个辫子针，然后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2个引拔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一个短针以及一个中长针。接着跳过一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，后面重复编织，一共循环5次。花托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利用热熔胶将花朵固定到中间，最后再将花朵粘合到包身主体上。花朵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这一款可爱的龟龟小挎包就完成了。最后在包身上安装一根自己喜欢的包带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